你敢信嗎？一個手裡剛發了109億美元的貨，同一個季度又簽了300億美元的新訂單的 CEO， 站在華爾街面前，死活不肯把明年的目標調高哪怕1塊錢。就因為這個，博通的股價在盤後暴跌了 13%， 幾百億美元市值幾小時灰飛煙滅了。美東時間6月3號，博通發布了第二季度的財報。我翻完這份財報和電話會實錄，越看越覺得這可能是近期整個 AI 芯片賽道裡信息含量最密的一次財報發布了。不是因為暴跌，而是因為暴跌背後藏着的那套邏輯，直接關係到每一個持有 AI 硬件股或者正在判斷科技行業方向的人，接下來這幾年該怎麼看這個市場。先把數字擺出來，博通這個季度的 AI 半導體收入108億美元，同比暴增了 143%， 這已經是相當嚇人的數字了。但 CEO Hank Tan， 也就是半導體圈裡人稱陳福陽的這位老將，在電話會上隨手甩出了一個更猛的數字。這個季度博通新簽的 AI 半導體訂單超過了300億美元。大家對比一下，當季發貨108億，新簽訂單300億。訂單出貨比達到了 2.77， 也就是說，博通接單的速度遠遠超過了他發貨的速度。在這份財報結束的時候，博通手裡積壓的客戶已承諾的 AI 未交付訂單總額已經膨脹到了730億美元。告訴你這兩個數字，是因為接下來的內容直接跟你口袋裡的錢有關。不管你是持有 AI 硬件股，還是身處科技行業找方向，讀懂博通這份財報背後的物理規則，可能是你今年做出最省錢的一個判斷。730億是個什麼概念呢？按照博通現在的出貨速度，這家公司哪怕明天開始什麼新客戶都不接，光靠吃老本，也能穩穩當當的躺賺好幾年。而且博通的客戶可不是普通玩家，全是 Google、Meta、OpenAI、Anthropic 算力军备竞賽裡最核心的那批超級巨頭。但就是這麼強悍的一份財報，在發布後的幾個小時內，博通的股價盤後暴跌了 13%， 幾百億美元市值灰飛煙滅。華爾街發了瘋一樣的按計算器，他們之前搞了一套叫季瓦經濟學的模型，算出來博通2027年的 AI 營收最保守也能幹到1150億，激進一點的機構直接喊出了2000億美元。所有人都在等陳福陽開口，大幅上調那個原本1000億美元的長期目標。結果呢，陳福陽對着滿屋子的分析師冷冷地說了一個詞 reiterate， 重申。我重申2027年的 AI 半導體收入超過1000億美元的目標不變，不上調，1塊錢都不多給。這句話一出，華爾街直接炸鍋了。在現在這個被 AI 信仰慣壞了的市場裡，不超預期，不大幅上調指引，就等於犯了死罪。於是恐慌拋盤開始了，13%就這麼跌出來了。很多人看到這個暴跌，第一反應肯定是 AI 泡沫要破了，連博通都不敢上調目標，下游需求肯定出問題了。如果你也這麼想，那你也可能掉進同一個坑裡去了。陳福陽絕不是因為需求變弱才按住目標不動的，他是在這個 AI 牌桌上少數看透了一場物理遊戲殘酷規則，並且已經開始提前布防的人。但想看懂他到底在下一盘什麼棋，我們必須先破除一個流傳很廣、聽起來很有道理的假象。看過我昨天講 Google 發股那期視頻的朋友，腦子裡肯定會浮出一個順理成章的邏輯。當時我說過，現在全美建 AI 數據中心最大的瓶頸不是錢，而是高压变压器和電网并网。
变壓器切貨切到什麼程度呢？我 McKinsey 的最新数據顯示，變電站主變壓器的交貨周期已經長達160周，超過3年。所以 Google 建機房的速度被物理條件死死地卡住，大量產能被迫的推遲到了2028年。那順着這條邏輯想，既然 Google 和 Meta 的機房建不起來，通不上電，他們沒法接收博通的芯片，博通就沒法確認收入。所以陳福陽是因為看到了下游機房沒電，擔心自己發不了貨，收不到錢，才不敢調高目標，對吧？這聽起來簡直邏輯完美閉環。錯，在真實的半導體商業規則裡，這種想法天真的可愛。終端機房有沒有電，跟博通能不能把錢裝進口袋，半毛錢關係都沒有。為什麼呢？我們來翻一翻博通交給 SEC 的 10K 年度財報，看看這家巨無霸到底是怎麼確認收入的。裡面白紙黑字的寫着一個地理坐標 FOB 馬來西亞檳城。我們來還原一顆定制 AI 芯片的真實里程。Google 把設計圖交給博通，博通完成架構後，丟給台積電用最先進的3納米工藝流片，然後做先進封裝。芯片封裝完成後印到哪裡呢？不是直接印給 Google， 而是印到博通在馬來西亞檳城的封測中心。博通在檳城做完最終測試，打包裝箱，交給航空貨運代理，印上飛機貨艙。就在這批芯片離開檳城裝卸碼頭的那一瞬間，控制權就轉移了。根據美國財務準則 ASC 606，控制權一旦轉移，博通的理業義務就徹底完成了。哪怕這批芯片還在太平洋上空飛着，博通的財務系統也會在當個季度把這幾億、幾十億美元的銷售額一分不少的全額確認為當期收入。這就好比你找裁縫定制的一套西裝，裁縫只要把衣服打包交給快遞，順豐一掃碼攬收，他賬上就直接顯示交易成功，全額扣款了。至於這件衣服要飄多久，你家裡有沒有衣櫃放，裁縫根本不關心，那是你自己的問題。那萬一 Google 機房延遲實在嚴重，倉庫都裝不下了，給博通打電話說，能不能先別發貨，在你檳城多放2個月，博通又怎麼辦呢？這就是陳福陽手裡最可怕的一張牌。就算遇到這種極端的情況，博通的財務報表依然是金光不壞之身。美國通用會計準則下有一個機制，叫 Bill and Hold， 開票代管。只要 Google 提出了書面的暫緩發貨請求，博通只需要在檳城倉庫裡把這批芯片單獨畫出一塊漆藝，貼上 Google 專屬資產，絕不轉賣他人的標籤。這批貨哪怕博通倉庫大門都沒出，博通依然可以合法合規的在當季財報裡全額確認這筆收入。這在 SEC 的會計規範下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博通賣給 Google 和 Meta 的不是通用顯卡，而是深度定制的 ASIC 芯片。這種芯片在半導體合同裡有一個鐵一般的條款，叫 NCNR， Not cancelable, Not returnable， 不可取消，不可退回。刻着 Google 私有算法的芯片，剥離了 Google 的軟件系統，對亞馬遜和微軟來說，連一塊磚頭的價值都不如。所以一旦芯片上了台積電的生產線，買方在法律上沒有任何退路。把這幾件事連在一起看，你會發現一個相當殘酷的商業真相。因為物理基建延誤導致的存貨積壓、資金占用、倉儲成本，這些痛苦100%的截留在了廣達、緯創這些系統組裝廠，以及 Google 和 Meta 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而博通就算穿了一件絕緣服，基建延誤的雷劈得再響，也劈不到他當季的財報上。好，那燒腦的問題來了，既然不管客戶機房能不能按時通電，
博通都能安全的把这300亿的新訂單轉化為收入，沒有任何的暴雷風險。那陳福陽究竟在怕什麼呢？他手裡明明握着一張穩贏的牌，為什麼寧願挨13%的毒打，也不願意多吹一句牛呢？答案藏在這300億訂單的真實屬性裡。我們把視線從財務報表拉回到現實的物理世界。FOB 冰層和 NCNR 條款保護的是當下的收入安全，但陳福陽看的不是當下。你把自己帶入到扎克伯格的角色裡想一想，你的下一代大模型需要幾十萬張定制芯片，你也知道自家機房要3年後才能建好通電。按正常的商業邏輯，你是不是應該等機房快建好了再去找博通下單呢？這樣資金利用率最高。但現實是，他們現在就把300億的訂單砸給了博通，因為他們陷入了一個沒有退路的產能囚徒困境。現在卡住芯片制造脖子的是台積電的先進製程和先進封裝產能，這些產能目前在全球範圍內是比黃金還要稀缺的硬通貨。2026年和2027年的排期早就被定得一乾二淨了。如果 Google 跟博通說咱們晚點再做這批芯片，這個月放棄了台積電排期，下個月就會被 Meta、微軟、亞馬遜瞬間搶走。一旦失去了台積電的槽位，下一代大模型迭代直接落後對手整整半年。在贏者通吃的 AI 戰場上，落後半年就等於被判了死刑，前期幾百億的投資全部打水漂。所以這些巨頭被逼上了一條看起來荒誕的路，寧願花幾百億買來全球最頂尖的3納米定制芯片，哪怕1-2年內通不上電，也要先堆在廣達的倉庫裡吃灰，也絕不敢跟博通說一句咱晚點再發貨。這才是那300億的真實屬性，它根本不是當下的真實消化需求，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恐慌性囤積。這就好比危機來臨前，大家去超市瘋搶衛生紙，不是因為今天一天要用掉100卷，而是怕明天貨架空了自己買不到。但你想想看，危機結束之後，大家還會每個月去超市一口氣買100卷衛生紙嗎？絕對不會。到那個時候，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家裡囤的用掉。博通也是同樣的邏輯。站在陳福陽的視角，他看着賬上這730億的總積壓訂單，心裡跟明鏡似的。他知道，當時間來到2027年底或2028年，當 Google、Meta 終於等來了那批高壓變壓器，機房終於通上電，他們看着倉庫裡那堆積如山的定制芯片，第一反應是什麼？先消化庫存。到那個時候，這些超大客戶的下單節奏必然會出現斷崖式的放緩。如果陳福陽現在為了讓股價好看，把2027年的目標從1000億直接拔高到1500億，2年後怎麼填這個坑呢？客戶都在消化庫存，訂單流速斷崖的時候，博通拿什麼去填呢？到時候業績一旦腰斬，股價跌的可就不是13%了，而是腳踝斬。所以他主動把指引壓住，其實是在做一次相當高明的削峰填谷。他在對未來必然到來的下單節奏放緩進行提前的定價。這就好比你是個賣鹽的老闆，你知道今天的搶購潮賣出去的鹽足夠客戶吃3年，你絕不會把明年的銷售目標定得比今天還高。陳福陽死咬住1000億，不賺華爾街最後一枚銅板，是因為他不想在2年後給華爾街賠賬。這是這期視頻的核心判斷。博通的13%暴跌，不是 AI 需求變弱的信號，而是這個市場第一次開始認真審計 AI 芯片的下單節奏可持續性。這和2個月前英偉達那次完美財報暴跌背後的機制
是完全不同的邏輯。但如果你以為陳福陽壓低指引僅僅是為了防備未來的訂單斷崖，那你還是把這位病過狂人給想簡單了。在這個保守的財務指引背後，他還順手掩護了2場偉大的暗度陳倉。第一場毛利率保衛戰，博通這個季度的綜合毛利率是 77%， 賬面上看還算穩，但它已經在下滑的通道裡了，同比跌了將近2個多百分點。更關鍵的是，博通對下一個季度給出的毛利率指引只有 74%， 這個數字一出，懂財務的分析師立刻皺了眉頭。為什麼會掉呢？原因在產品結構上。博通以前最賺錢的是通用以太網交換芯片，比如大名鼎鼎的 Tomahawk 系列，標準件研發完賣給全天下，毛利動不動就是80%-90%，比印鈔機還誇張。但現在瘋狂放量的是定制 AI 芯片，這門生意雖然總盤子大，營收絕對值高，但利潤是要被切分的。你博通接了 Google 的單，你得把一大塊利潤分給台積電去代工，另一大塊分給封裝廠，剩下的還要對付精打細算的巨頭客戶。他們对成本算得比誰都精，天然要把博通的单件利潤往下壓。這就形成了一個財務悖論：定制芯片賣的越多，營收越高，但綜合毛利率的百分比就會被稀釋的越難看。華爾街的算法交易模型是不講感情的，一旦毛利率持續下滑，算法會立刻判定盈利質量惡化，然後無情的砸盤。陳福陽太懂這套遊戲了，如果他現在順着市場情緒把營收指引大幅的拔高，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定制芯片占比的极度畸形，毛利率會跌得更難看。所以他硬生生的壓低總體增速，是在用時間換空間，給市場爭取一個利潤率結構性下滑的緩衝期。第二場暗度陳倉玩得更大。之前看過我們講 Anthropic 那期的朋友，一定對一個資本級印象深刻。私募巨頭阿波羅和黑石用結構化債務幫買方 Anthropic 兜底了算力採購資金。當時很多朋友說這個玩法以前沒見過。好，今天同樣的金主，同樣的金融工具，從買方那邊跑到了賣方這裡。陳福陽在這次財報會上宣布，博通拉攏了阿波羅和黑石，聯合組建了一個初始注資高達350億美元的 AI 計算融資平台。從買方到賣方，同一套金融邏輯，在產業鏈的兩端各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這意味着什麼呢？博通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之外，建了一個龐大的私域資金池。這350億的私募耐心資本，專門用來給那些買不起或現金流緊張的客戶提供融資兜底。有了這筆錢，博通徹底擺脫了用財報討好華爾街游資的宿命。以前的科技股為什麼要拼了老命每個季度玩超預期並上調指引的遊戲呢？因為需要維持高股價去市場融資。但陳福陽手裡攥着730億的死訂單，背後靠着私募長期資金，他還需要看短期游資的臉色嗎？通過這一手的金融槓桿，陳福陽實質上是完成了公司屬性的洗盤。他把博通從一只受制於芯片庫存周期的周期股，硬生生的改造成了一個每年靠着幾十 G 瓦的算力穩定收租的公用事業股。不追求每個季度給你打雞血，但能確保未來5年每個季度都有極其穩定的基礎設施租金流進口袋。而且這場定制芯片的結構性狂歡根本不是博通一家的獨角戲，在這個賽道裡還有另一個雙寡頭玩家 Marvell。 如果說定制 AI 芯片是大腦，那 Marvell 賣的就是連接這些大腦的神經系統
和毛細血管。在超级数据中心裡，幾萬張加速卡要協同工作，解決通信延遲的難度絲毫不亞於造一顆主芯片。Marvell幹的就是把主芯片外圍的配套，行話叫 XPU Attach， 這塊業務的增速相當嚇人，年複合增速遠超行業平均水平，比核心大腦芯片的增速快1倍都不止。長期指引直接奔着2029年超過$100去了。這條賽道肥到了什麼程度呢？連英偉達 CEO 黃仁勳都在前幾天的台北電腦展上，當着全球媒體的面，指着台下的 Marvell CEO 說，這就是下一家市值突破$10,000的公司。不只是口頭背書，英偉達還掏出了約$20億，真金白銀入股 Marvell， 主動把他們拉進自己的高速連接生態裡。連英偉達自己都承認，超大客戶搞定定制芯片，構建龐大網絡連接架構，已經是不可逆的時代洪流。既然攔不住這條路，那就入股收費戰，大家一起收過路費。你看，從博通的霸王條款到私募底牌，到 Marvell 的神經系統戰略和英偉達的萬億背書，這哪裡是需求見頂 AI 衰退呢？這是一場全產業鏈為了爭奪底層控制權而陷入的結構性狂歡。好，這盤棋算是徹底看懂了，但它落在屏幕前的你我身上到底意味着什麼呢？如果你是二級市场的投資者，或者買了重倉科技股的基金，你需要注意你的分析框架了。以前買 AI 硬件股，看的是管理层能不能每個季度給你畫更大的餅，也就是那套超越預期並上調指引的聯機遊戲。但在物理世界被鋼鐵和電網死死卡住的今天，你要在框架裡加入第3個審計維度，訂單儲備量和實際消化收入之間的落差，以及這個落差背後的下單節奏是否可持續。以後讀財報不要只盯着當季營收那個數字。當一家公司手裡積壓着天量的訂單，但管理層卻死按着指引不放的時候，千萬別跟着恐慌拋售。在這個物理基建跟不上算力膨脹的特殊時期，理解保守指引背後的真實動機，才是你能跑在市場前面的那個判斷框架。那些因為交付延遲和指引保守而被短暫錯殺的核心基礎設施標的，正在顯現出類似公用事業股的長期穩定性。他們走得慢，但腳下的地基比誰都穩。如果你是科技行業的打工人或者創業者，博通和 Marvell 的財報給你指明了一個清晰的紅利轉移方向。現在的熱錢和聚光燈全打在了大模型和頂級 AI 加速器上，但如果你現在還想衝進那個核心的戰場去捲，那是修羅場。大廠之間的廝殺已經白熱化，容錯率極低。你真正應該看的是 Marvell 走的那條路，是那些聚光燈照不到的暗處。真實的資本正在向高壓輸配電設備湧入，向液冷系統的模塊化交付湧入，向芯片邊緣的光電互聯湧入。在 AI 這列狂飆的時代列車上，與其去爭那個隨時可能被技術迭代替換的大腦，不如安安穩穩的去做連接一切的神經系統和支撐大腦運轉的心血管。那才是未來3年確定性最高、競爭性相對不那麼擁擠的超級藍海。博通這次13%的暴跌，不是對失敗的懲罰，是清醒的代價。在一個所有人都指望着每個季度出現業績奇蹟的市場裡，做那個唯一遵守物理常識的人，往往會被當成異類。但短期的情緒永遠會被長期的規律碾壓。華爾街可以操縱一天的股價，但他們改變不了一台高壓变壓器需要160周才能造出來的物理法則。在这個有混凝土、鋼鐵和硅片交織的算力時代，走得最遠的可能永遠不是跑得最快的人，
而是最早看懂了路障，并且提前備好了粮草的人。屏幕前的你，你觉得博通这次的保守是真正的战略清醒，還是陈福陽只是在打傳統的保守引導牌，給自己留超越的空間呢？評論區告訴我你的判斷。這裡是明野三千里的頻道，幫你用科技事件看懂這個事件正在發生什麼。咱們下期再見。